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农民们积分增加第17季第12集。体育老师因故要请个长假，不过他向孩子们保证，秋季学期的时候就会回来，到时候会成为他们新的公益老师。校长说，现在说这件事是希望他们不要拿老师开玩笑，但很显然，他的好心起到了反效果。小胖子马上接话说，以后的公益课会有根新木头了。校长虽然表面上极力谴责，但背地里也笑得很开心的。紧接着，就新的体育老师出场了，他一来就说要玩一个古老的游戏——轰炸。银仔对这个颇感兴趣，不过接下来他就会后悔了，因为游戏的规则躲不开就去死，有老师让同学们扔球，躲不开就是命，躲开啊就再来一球。因为这个老师不讲武德，出手是迅猛，打得前几个孩子毫无招架之力，他砸得有多爽，孩子们就有多崩溃。小新倒是接住了老师扔的球，可惜收获的是更多的球。见小新没事儿，这家伙直接贴脸砸了一球。小新被新来体育老师折磨的少走拿不稳了。新妈告诉儿子，受欺负了就应该告诉老师。小新是万般委屈，欺负我的就是老师啊。新妈也是老会逆向思维了，让儿子告诉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。这时辛巴郁闷的走了过来，他把唯一一条适合他吨位的裤子穿坏了，看着破损程度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啊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辛巴去玩小车车的时候把人家座位给坐穿了，但依旧玩够了50拳。原因嘛，当然是给了钱不能浪费，不过已经都这样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再去买了。然而他走遍了很多个地方都没有蓝色裤子。体育老师那摧残孩子游戏还在继续，他们排着队一个接着一个的承受打击。小新偷偷看了一下老师的课程安排，发现一整个学期都是轰炸游戏。这时老师突然在他身后搞偷袭，又砸了好几个球。小新终于忍无可忍了，他将一个球灌满水放进了冰箱，没想到妹妹萨克斯也在这里，当然也是他放进去的，想看谢小妹嘴被粘住。这天魔鬼轰炸又开始了，银仔说医生让他别参与这个游戏了，但老师完全不在意，直接一个球扔了过去。很快就到了小新，他已经准备好还击了，然而球扔过去并没有打中老师，而从体育馆的窗户飞了出去，砸中了威力的小木屋。然而他的栖息之所就这样成了一堆废墟。他捡起这个球，愤怒将它扔了出去，然后把自己吃饭的玩意儿也给砸没了。因为自己的报复而牵连无辜之人，小新很是内疚。一放学就帮威力一起重建小屋，就这钉子钉着着实不怎么样，就是一天乱的。刚好亲妈来接他了，小新直接飞速跑上了车，而亲妈看到威力一个人在大雨里坐着，要让他今晚去他们家过夜。威力还想着依靠手里的平底锅保留一点尊严，但他拿的是筛锅，根本挡不住雨，于是他只好跟着母子俩回了家。了解情况后，小妹觉得威力很可怜，似乎一直生活都这样的落魄，但威力却说他们的一家都习惯于这种生活，他的爷爷就曾被送到矿井下，以验证那对金丝雀来说是安全的。小妹却认为威力应该期望一些更好的东西，这的确是他没有想过的。他一直觉得有住的地方就足够，这下连小新都看不过去了，让他再想的美好一点。威力想了一下，说想要建好小屋，治好蛀牙，若是能再有一件穿在苏格兰短裙下的内衣就更好了。如果还有什么，那就是成套的鞋子和新鲜的饭菜。唱出了心声之后，威力也觉得是时候改变了，他需要让自己过得更好，像个正常人那样。小新就是跟着凑个热闹，小妹却实实在在想让威力改变，于是他和哥哥打赌，看自己能不能让威力变绅士，而且还影响他参加学校的科技展。不过看威力这个样子，小妹是任重而道远了。第二天，小妹找到了威力，说接下来的几周会教他平衡发音姿势，首先就需要看看威力能够站得有多直，这可要了他的命。站直了之后，威力有些恐高，还把新小妹的书架扒拉倒了。另一边，辛巴寻找蓝裤子的旅程也在继续，他来到全球裤业，负责人很高兴地接待了他，但也很遗憾地表示他们不会再生产这种裤子了，因为糟糕的广告以后，蓝裤子的销量直线下降。说着，他又给辛巴放了一段，只见视频里那个满是赘肉的男人穿着超大号的蓝裤子，不断晃动自己的屁股。说实在，这个广告确实又长又臭，但辛巴是谁啊？他马上问负责人，若是他能换回公众对于蓝裤子的兴趣，他们是不是就能继续生产这种帅气的蓝裤子了？负责人对他话表示肯定，有钱不赚那是傻子，而且他们也不亏。威力绅士改造计划还在继续，新小妹是利用一切时间培养他，就连修房子的时候都要给他出题，你应该怎么样称呼大主教呢？威力略微思索了一下，满目狰狞地说，我要杀了你。这真让新小妹有些无力了。威力安慰着小老师，他的付出自己都看在眼里，可是想要彻彻底底改变他是绝无可能的，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，他爸爸就说过他永远都不会有出息的，他生下来就是个废物。夜晚，辛巴辛妈正在房间里亲热，突然有什么阻碍了他们的进程。辛妈发现丈夫脑袋上印有广告，这辛爸想的全新的营销手段，旨在唤起人们对品牌的认知。随着新小妹对威力一天天培训，很快就原来的学校可以展前的最后一天，秉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念头，新小妹决定再来尝试一节课。她让威力跟着自己念，鼻子留下的东西不能弄到衣服上去。然而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对于威力来说
可谓是长难句了。他很快便泄了气，说自己没有文化，甚至没有姓氏，小妹做的这些只是浪费时间罢了。这时小新出现了，问妹妹是不是要认输，小妹坚决拒绝了，去给威利打气加油。看女孩期盼的眼神，他重新振作了起来，终于将一句完整话吐了出来。接下来就说得越来越流利，还唱起了歌。小妹的培训取得了进展，辛巴头脑广告也颇受好评，至少他的朋友们都表示愿意去买2条蓝裤子。万众期待的学校科技展到来了，每个同学都在卖力展示自己发明的科学作品。马丁发明的是一个能测量精细程度的机器，而辛家兄妹带的是一个人，威利绅士，一身整洁西装，一把调皮的小胡子，任谁也不会想到这是那个清洁员威利。校长妈妈已经春心萌动了，对儿子表示那个人以后就你的新爸爸了。威利绅士谈吐非凡，甚至能与人交谈莎士比亚。这番高谈阔论将小爱也拿下了，他悄声说只要他想找自己，他随时都有时间。威利颇有礼貌，在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记下了约会的时间。看他表现这么完美，小美忍不住替他高兴，这样的感觉是之前的威利从未体验过的，仿佛此刻他就是所有人眼中的焦点。他脱下帽子，唱起歌来，说没有想到自己也可以整晚待在屋子里用刀叉吃饭，而且再也不会弄脏自己的衣裳，也可以成为一个再也不会打架的文雅绅士。一边唱着，还一边和现场女士跳起舞来。今夜他就整个舞台最亮眼的存在，一曲毕，人们全都为他鼓起掌来。表演也结束了，校长开始宣布科学展的胜出者。他很意外，幸小梅竟然没有参展，不料幸小梅打断他的话，说自己参展了，这件作品就在大家的眼前。他走上台去，解开了威力绅士的神秘面纱，他就是运动场管理员威力。凭借着威力绅士这一件出色杰作，幸小梅再次斩获了科技展的奖牌。在将贴在奖牌墙上后，威力找到了他，询问今天要上什么课。幸小梅觉得威力已经是一名合格的绅士了，不需要自己教授什么了，但威力依旧很茫然，因为幸小梅一旦不带着自己，他又会回到运动场管理员的身份。然后小新说他回不去了，因为这份工作已经被交给了音乐老师。不过他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新小妹给他找了一份体面的新工作，也就一个高档餐厅里的招待。他就需要威力这样有教养、够机智的人，在这里他还能跟上层人士打交道。他接待第一个顾客是阿可和他新女友，这对小情侣的样子着实不像上流社会的人。这天，辛巴辛巴又在床上亲热，辛巴很高兴看到丈夫洗掉那个愚蠢的广告。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那些都转移到了身上，这真是将辛巴的好兴致都败光了。在餐厅工作不久，威力又迎来了人生的考验。那个喜欢玩轰炸的体育老师来到了这里，拿着小面包对威力就是一番轰炸。作为深社服务员，他不能对客人无礼，可是在心里他已经对这样的现状产生了不满。即使有体面的西装和白衬衫，他却怀念拖拉机烟尘吹起短裙。他从餐厅走到运动场，说着和那个理解他、包容他、给他盖被子的小木屋在一起才是他向往的生活啊！可一曾经居住小房子，如今已经换了主人，威力难过流下泪来。这天，小美找到威力询问近况。面对这个好心的姑娘，她本想说过得很好，但最终还是欺骗不了自己。她承认自己很痛苦，很想念自己的破屋子，就连这样悲伤的时刻也有人来打扰。阿可说威力坐位置阻碍了他看美女，威力实在难以忍受他的低俗，这里还有个孩子呢。阿可却表示谁也不能阻碍他看美女，而且还让威力赶紧滚蛋。这下可把威力给惹恼了，逮住阿可的脖子就给他疯狂喂甜点，希望他以后能够长个教训吧。威力终究还是做回了运动场管理员，果然还是这样，他能够自在些。让他开心的还是记忆中的小屋又回来了。小梅神秘的说道，还是有一点点不同。只见在小屋的墙上挂着他亲友做的招牌甜蜜的家。威力感动的都要说不出话来了，表示自己要单独待一会儿。小妹走后，他马上将那牌子扔在地上。威力还是更喜欢这间房子本来的样子。从外表改变一个人是很容易的，可是要改变一个人的内心就无比困难了。就像是变成绅士的威力，虽然外表变得温文尔雅，但他的内心却与所谓的上流人士格格不入。其实他本来也就没有必要去迎合那些富有的人，其实涵养并不如威力。看的是新小妹在帮助威力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实际上却是威力努力满足他的愿望罢了。对待那些苦难的人，我们可以常怀怜悯之心，但没有必要让他活成心中的理想模样。或许那些我们所认为的苦日子就是别人心中所向往的幸福生活呢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小伙伴不要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